今天啊，路透社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是中国东航321空难事故啊是人为导致的。这个消息可是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啊，321事故过去已经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中方呢一直没有披露事故发生的原因。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事故发生之后不久呢，美国的 NTSB 呢也派了一个小组啊到中国来协助这个空难事故的调查。那么这个消息呢，大概率就是通过美方啊调查的人员啊这个信息披露出来的。那么《华尔街日报》里头也隐隐约约这么讲到了。那么这个调查报告，这个报道中间有2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就说根据数据链就是那个黑匣子中间数据链分析呢，这个飞机本身就是人为的因素导致的，但是他没有确定这个人为因素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他说是2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飞行员自己操纵起来的。他说，在机舱里头听了某一个人的指令，把飞机置于那种疯狂的从高空直接俯冲地面的那种状态。另外一个呢，他就说也不排除这是闯入者，就是机舱外面有闯入者进来之后控制了这个机舱，最后使这个飞机从那种从撞了下去。这是他得出来这个结论。当然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报道中间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通过其中一个黑匣子的分析。大家都知道啊，飞机一共有2个黑匣子，这2个黑匣子呢，就是一个是机舱声音记录仪，一个是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那么飞行数据记录仪呢，就是记录了这个飞机上各个系统啊在飞行过程中间的那些数据状态。那么呢，机舱声音记录仪呢，是指机舱里面那个声音，对吧？就是大家的对话，跟塔台之间的对话呀，还有机舱之间的对话，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从这个报道来看呢，美方只拿到了1个黑匣子，也就是机舱的，就是这个数据链的记录仪，没有拿到机舱声音记录仪。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按照国际民航公约的规定啊，在事故调查过程中间，它有个强烈建议，就是这2个记录仪，就2个黑匣子，应该同时提交给事故分析人员，因为这2个声音，这2个黑匣子的信息是互补的。因为你就比如说啊，现在美方的这个得知的信息，它可以通过数据链来分析出来这个飞机就是人为控制掉下来的，但是它没办法确定的是劫机了还是飞行员自己出了问题啊，这个他没办法确定。但是假如说他拿到了机舱声音记录仪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如果要是有人从机舱里头闯到驾驶室，他有声音能录下来，对吧？那么如果要是说飞行员自己出了问题，他也有对话，因为这个人如果要是做这个举动的时候，那机长啊或者是机组人员他会有对话，他会有说话的，对不对？所以这2个黑匣子如果信息一对比的话，那个其实这个整个空难的原因啊基本上也就清楚了。但非常可惜的是，现在我们显示的是美方这边拿到的黑匣子只有1个，没有第2个。当然至于什么原因没有拿到第2个，我们就不清楚了，是吧？但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方啊 NTSB 啊派往中国的这个调查小组一共是3个人，带队的这个人呢，其实有点来头，他名字叫席尔瓦。这个席尔瓦呀，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因调查员。什么叫人因调查员呢？也就是说他的擅长的领域就是调查人为因素导致空难的事故的调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空难往往是有多种原因导致的，有天气原因啊、机械原因啊、人为原因啊，各种原因，还有一些不明原因，对吧？所以这个在航空事故调查领域的这专家也分为好多种、好多类，每个人涉及的擅长的领域也不同。这个席尔瓦是麻省理工的博士，他呢早年呢在波音公司当过飞行员，后来呢就进入到了 NTSB 啊这么一个美国独立的所谓的空难事故调查的这个组织里面做人因事故调查员。后来在美国的宇航局还做过访问学者，然后再一次回来之后就到了 NTSB 啊
做人因事故调查员，而且升为了主管。他这一次他出去到中国来调查的时候，他是3人小组，他是带队的。这个信息特别有意思，为什么？那就是美方派往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调查人员，他也要预判的，因为按照民航公约的规定，就是说一起空难事故发生之后，对吧？事故发起国你最有优先权，你来主导这个事故调查，这没问题。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航空器的注册国、经营国、设计国、制造国都有权利派至少1名人员到你的事故调查组里面去，但你也不能派太多，对不对？那你不能派多，毕竟你不是主导调查的嘛。那你在派的过程中间，你派什么样的人去调查组，这就有讲究了。就是你事先要对这个空难事故有一个基本预判，就是这个空难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美国 NTSB 派往中国的调查员席尔瓦，他派的就是人因调查员。也就是说其实在空难事故发生之后，美方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之前，美国的 NTSB 预判东航这起事故大概率原因就是人为导致的。但是我要说这一次美国这个媒体披露的这个信息其实跟我们此前我们国内报道的一些其他的信息其实是相契合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航的飞机在4月20号左右的时候，也就是空难发生之后1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就全都复飞了。这起空难呢，它的机型呢是737-800。按照国际航空界的惯例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空难事故，同机型的飞机一般就停飞了。所以我们东航的飞机在第一时间这个737-800就停飞了。但是呢，在1个月之后呢，就复飞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复飞一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它要用排除法来排除这起空难绝对不是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才可以复飞。否则的话，出于安全的考虑来讲，绝对不会复飞。所以呢，其实东航波音737-800复飞本身就说明，其实事故调查的初步原因已经用排除法排除了这个空难绝对不是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不是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那是什么呢？那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人为的因素导致了，只不过我们没披露这个原因而已。第二个呢，就是东航当时复飞之后实行了双机长制。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飞机民航飞机在飞的过程中都是一个机长再加一个副驾驶，对吧？但是东航在复飞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不但要有机长，还要有双机长，然后呢，双机长再加一个副驾驶，3人机组。为什么要搞双机长那如果你要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是对一个机长加一个副驾驶，他能够安全驾驶飞机缺乏信心，对吧？我们正常的这个逻辑推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是东航实行双机长制本身呢，也说明他们这个决策过程中间呢，可能对现在这个目前的一个机长加一个副驾驶这种模式本身不放心。第三个，同时国家民航局在开会的过程中提出来要对飞行员的心理安全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这个也挺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吧？虽然说我们现在最近由于这2年的疫情期间，民航的这个很多机长、副机长的收入都大幅下降但是特别在这个时候强调要关注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就特别令人意味深长。你很难不把它联想起东航这个坠机事故可能跟飞行员的个人因素有关，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其实4月11号的时候，就坊间就一直在流传这样的一个信息。现在这样的信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权威的这个所公布嘛。但是这个信息显示的呢，跟今天美国公布的这个信息呢是有关系的。就是当时是说是一个副机长，本来他是个机长，而且是个功勋机长，比那个正机长的年龄要大20-30岁，但是他被降职为副机长。那由于他自己心理不满，收入下降，最后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就上述这几个因素你看看跟《华尔街日报》今天披露的这个信息，它完全对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是吧？
这确确实实给人感觉这起空难事故本身呢，是人为的因素导致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巨大。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今天下午，《环球时报》还发了一篇文章，就采访了中国民航总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发言人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务的人，他就说啊，这个我们事故调查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啊，没有任何人披露有关我们调查的这个信息，啊，这个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民航公约的规定，这个数据啊，在最终报告出台之前，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是没有任何权利披露这个数据的，这是国际民航公约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美国 NTSB 的专家到中国参加调查，没有权利披露这个信息。所以你看今天的新闻，你发现了吗？这个信息不是 NTSB 的人披露的，也不是波音公司披露的。所以有媒体去采访波音公司的时候，波音公司说：“你不要问我啊，你问中国那个调查事故调报的组，是事故调查报告组，我们没披露，是吧？”所以呢，环球时报这篇报道中间，其实是多少有意思，是谴责美方披露这个信息，有这个意味。我在读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能读出这个意味。但是我分析这件事情啊，它真实背景是什么呢？从某种角度来讲，美方在获取这样的信息之后，他可能想通过披露一点点关键信息来触动中国在这起事故调查报告过程中间的信息公开。所以你看，第一，他不是用 NTSB 的名义发布的，因为他没有权利，因为民航公约规定不允许你发布。所以呢，也不知道他们是主动披露的这个信息，还是被媒体搞到的这个信息，然后呢，以媒体报道的形式披露出来了。那么这个信息出来之后，就会对中国的东航321所谓的空难事故调查报告组啊，形成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数据链的信息是客观的，就是显示了它是人为的，而中国，你4月11号的时候，你还言之凿凿的说不可能，对吧？那这就是形成了冲突吗？形成了对立吧，对吧？那你将来公布的是怎么办呢？所以美方，我猜啊，就美方有这个动机在里面，就是想推动、刺激，给中国的调查事故调查报告组啊适当的压力，让你来公布这个信息。那这件事怎么看，是吧？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话只说了1/3，对，没错，国际民航公约里头的确规定啊，只有事故调查组才有权公布最终报告，其他人都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权利公布，这就国际民航公约里头写的清清楚楚。但是你去翻国际民航公约，对事故调查组里头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条款。比如说，我们讲啊，这个条款里规定，你在12个月之内必须公开最终的调查报告，就是你的事故调查组。有任何空难发生空难了之后，你当然有权利你组织空难调查，但是12个月之内你得公布报告。这个报告呢，既要向你自己本国的公民公开，也要向就是跟你这起空难有关的其他的这些国家公开，比如说设计方啊、制造方啊，或者说这个国际民航组织。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因为民航组织搞调查，目的不是为了追责，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行业的健康标准啊、安全标准。大家都知道啊，民航是全世界交通工具里面最安全的，但是这个安全靠什么来建立起来的？靠的是一整套的它的高标准的这个服务体系，还有一个就是对它的事故调查过程中间的信息共享，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起空难发生了之后调查清楚之后信息共享，然后呢，国际民航这个航空协会，它可能就会发什么呢？发安全建议，它要分析起这起事故本身它是共性的还是个性的。如果是个性的，那我们个性中间或许还有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说啊，假定东航的这个事故是飞行员的心理问题导致的，比如说是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收入下降，或者说在单位遇到了不公，然后呢他报复嘛，最后导致的，看似是个个性问题，但实际上个性问题背后也有共性问题。比如说那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就是个共性问题，对吧？那么你就需要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是中国民航总局
你最近发通知要求各个民航公司、各个航空公司要重视飞行员的心理安全问题，这不就是一个依据吗？是吧？所谓个性问题也有共性问题。另外，再一个就普遍的共性问题，比如说这一个飞机，它的某一个设计缺陷，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它有设计缺陷，那么国际民航组织会立刻向全世界发安全建议。那么你这个飞机的机型要停飞，设计缺陷要改正，或者说在驾驶过程中间这个飞机出了什么问题，在哪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它就是要让每一起空难中死亡的人都不会白死。所以国际民航公约里头明确讲，就是说调查的目的啊，公开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其实更安全，就是整个航空更安全，所以他要求公开啊。但是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过去的这个中国的空难报告有公开的吗？历史上只有一起824空难，只有这一起，大家可以查啊。824空难我们公开了，除了这一起之外，你查不到任何一起中国空难的调查报告公开的，都是国家机密。这太荒谬了，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看，这是太荒谬了，只有中国这样。当然俄罗斯啊，前苏联也这个德行啊。大家都知道，这全世界最危险的这个飞机啊，这个航空啊，一个是非洲，一个是独联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里头啊，他们对那个空难的调查，第一也不认真，第二他也不公开，是吧？就是那德行，所以它跟它的空难的发生的频率就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不能通过空难的调查过程中找到共性的原因，使得它的安全标准越来越高。所以你看，它那俄罗斯的航班，大家都知道，国际上口碑非常差，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样啊，是吧？就是我们查不到我们的公开调查报告，不公开，甚至也不向国际民航组织递交，这是明确违反国际民航公约的行为。但是我们国家可是缔约国呀，你环球时报不知道吗？你环球时报你指责别人在这中间透露消息，你为什么不指责中国的民航部门在调查过程中间不公开调查结果呢？这是双标吗？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际民航组织这个民航公约里头明确规定，调查组织必须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是你知道中国的空难调查吗？都是在中国民航局下属成立事故调查组，包括我们这次东航321空难也是一样啊。但是民航公约里头明确规定啊，你这个调查组必须独立于民航一个国家的民航组织、民航管理机构。你独立了吗？没独立啊。没独立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这个调查中间发现的责任跟你的民航局、民航管理部门有关联的话，你能展开独立调查吗？你能公开披露吗？做不到嘛，对不对？大家看一下，为什么824空难那个调查报告公开了？那个调查报告不是民航总局调查的，是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应急管理局下面调查的，仅此一例。就是我们的国家发生的这么多空难，只有824空难是国务院主导的，我们其他的空难都是中国民航局下属成立一个所谓的调查委员会来主导。但是你想想，儿子调查老子，能调查出问题吗？或者是有问题敢公开吗？这是体制问题，是吧？这个体制如果不改变，中国的这个民航行业如果要想健康发展，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要我说，其实看似这一起空难啊，本质上来讲暴露出来中国的民航体制存在的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空难过程中间，第一，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第二，不独立，调查过程不独立。民航公约里头明确规定啊，事故调查组中间啊，对这个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拥有无限权利。也就是说，任何部门不能阻止这个调查小组啊对事故原因、证据的获取、原因的分析的过程中进行阻挠。前提就必须是你必须是独立的，拥有绝对权利的。但在中国做得到吗？至少我们现在看做不到。这就导致了我们大量的所谓的这个空难事故啊，
这个原因啊，公众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我们这个政府啊是个无限的责任政府。其实空难哪个国家都有，发生空难了，我们调查清楚，避免事故原因的发生，其实这很正常。但是由于我们的民航呢，基本都是国有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间又涉及到政府的一些政策，然后呢还涉及到一些赔偿，比如说是人为的原因导致的空难，可能赔偿的数额就会高一些。如果要是自然的原因导致的呢，或者说是飞机的原因导致的呢，可能赔偿就会多一点。种种原因吧，我们的政府就是不能面对一起事故过程中间自己真实的原因，因为他怕这些事故的责任引向自己，从而变成了公众对政府的问责，由对航空公司的问责，对这个航空管理部门的问责，变成到政府的认责，所以他不敢公开，是吧？但这个问题最终积累起来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公共的利益被忽视了，那些死的人呢都白死了。大家想一想，现在我们对这个民航空难事故的信息控制程度啊，跟过去相比真的是空前呐。57空难的时候，我还在中央电视台，我们还做过报道。但是现在你去看看这一次东航的321事故，有媒体发出过声音吗？有媒体做过报道吗？没有啊，只有新闻发布会啊。但是新闻发布会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东航那个官员了吗？那个外国记者问他之后，你看他的回答，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国际笑话，真的是国际笑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个过程中，公众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你能听得见那些死难者家属的声音吗？过去当时发生空难的时候，那些家属还都到空难发生的现场，这航空公司集中整治。但这一次水平提高了，不让你去了，因为很多家属是想到现场去祭奠一下，就是拿一杯土啊回家呀什么，因为他找不到尸体了嘛，找不到遗体了嘛，这些空难的这个死难者尸体都撞碎了，是吧？那作为他们的亲人来说是悲伤悲痛的，对不对？也就是说，纪念哀痛的那个物理载体都不存在了。他们想去，很多地方不允许去，直接把这些家属拉到一个所谓的地方隔离起来，有工作人员天天24小时陪着你，是吧？就是不让你去现场，就是不让你接触记者，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这个真的就能帮助这个我们的航空业健康发展吗？不行，不是。在我理解，航空业如果健康发展，你就得遵守国际民航工业里的规定，对空难的事故的报告，你要公开，你对这个空难的调查小组你要独立，这个原则是普世价值，没有区别。不管你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你只要搞航空业，这个标准你就得遵循。你如果不遵循的话，你的航空业你就不可能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大家可以看啊，未来我们这个3221空难的调查报告到底什么时候公开，到底会不会公开？我的预判是12个月之内，国际民航公约规定的12个月之内不会公开。不信咱们走着瞧。